今天聊一下我国暂停进口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铁矿石这事儿，这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又一大阳谋。首先，我国不是暂停进口全部的澳大利亚的铁矿，这事儿的重点也不是咱家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买家支棱起来了，跟卖原材料的必和必拓公司 battle， 而是要求国内买家暂停购买任何以美元计价的铁矿石。目前以人民币计价的铁矿石现货是可以交易的，已经有一部分运抵中国港口了，只是这部分用人民币结算的铁矿石呢，占比比较少而已。这里要特别的说明一下背景情况，必和必拓是全球4大矿山之一，其他3家分别是力拓、淡水河谷和 FMG。必和必拓的总部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和英国伦敦，其核心资产呢是澳大利亚的这个铁矿和昆士兰的煤矿。它的运营体系虽然集中在澳大利亚，但主要股权是控制在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手里的，比如贝莱德这个道富集团还有这个先锋领航这些公司手里持有接近50%的股份，而澳大利亚本土投资者持股只有30%，日本投资者呢占4%。那这个股权分布就能看出来了，我们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跟必和必拓之间的生意一定是包含着中美博弈的因素的，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供求关系。在原本以美国为优先的国际贸易秩序下的时候呢，铁矿石这个生意就是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3家巨头和中国钢铁企业之间的事儿。表面上呢，他们垄断了铁矿石，而我们的生产呢又需要铁矿石，于是呢，像必和必拓呢就以这种溢价90%的超高利润卖铁矿石给我们。其实这个事情的深层逻辑呢，是美国用澳大利亚的铁矿换取了我们的商品，自己打了个叫美元的白条。我们来捋一下这个思路哈，我们为了得到铁矿石得用美元支付给他，所以呢我们得储备美元，而储备美元呢我们就得跟美国做生意，把咱家的商品卖给他们。美国呢得到了大量的我们的质优价廉的商品，我们最后得到的是澳大利亚的矿石，而澳大利亚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一种叫做美元的白条，这些美元大部分又变成了美债和其他的美元资产。于是我们的工业品如果只看第一步是用美元这个白条被换走了，如果再看一步，其实由于我们对原材料出口国都是逆差，是美国通过美元计价把这些国家的矿给了我们，真正受损的是各个资源国，他们只得到了美元这个白条，但因为这些国家对美又是长期的顺差，也就是卖出去的东西多，买回来的美国的产品少，以至于这些白条根本就用不掉，于是就只能换成美债或者其他的美元资产。放在美国看似钱生钱，其实就是美国在自家的账本上把数字改来改去罢了，实际上矿产国什么都没得到。货币币换不来货的币就是纸，甚至连纸都不是，就是别人家的记账系统上随意篡改的一串数字而已。美联储降息加息都会改变这串数字，而资源出口国其实什么都改变不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石油美元更是如此。产油国把石油运到中国，把赚来的美元送去美国投资或购买美债，有币无货，王爷们自己也花不掉那些美元外汇储备，只能放在美国市场，钱生钱，看着数字开心。而对于整个产油国国家来说，其实海湾国家的人民真正分享到了他们出口的那么多能源对应的财富吗？并没有，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特权阶层得到了美元霸权丢回来的骨头罢了。那说回到必和必拓这个事儿，早年都能凭借垄断地位拿不住我们这个最大的买主，如今怎么就被我们反向叫板了呢？这个事儿就得说一下在几内亚开发的西芒杜铁矿了。西芒杜铁矿是全球储量最大、品质最高的未开发铁矿之一，潜在的资源储量接近50亿吨，而且西芒杜的铁矿杂质低、埋藏浅，矿体更集中，非常适合大规模的开采。中国铝业在2011年就着手布局西芒杜铁矿的南段股权，但因为力拓与 BSG 公司的矿权纠纷而陷入了停滞。19年，中国企业又竞得了北段的采矿权，中方持股85%，开启了规模化的开发。如今，随着我们在20年后通过一系列的并购子公司股的这些方式，已经取得了对西芒杜铁矿北段的绝对的主导权和南段接近40%的控制权。今年呢，几内亚地质部长就宣布，西芒杜铁矿将在2026年达到1.2亿吨的出口量。那在一个买卖双方都是寡头的情况下，卖方的垄断被如此巨量的供应主体打破了，市场立刻就扭转为了买方市场。在钢铁行业生产这一端是严重受制于需求端的。随着我们的地产在冷却，其实必和必拓如今产能维持下来都是很有压力的。而我们在几内亚布局了这10几年，投入了不少于200亿美元去搞建设和产权置换，终于等到了这个时间点。在对国内需求冲击最小的时刻，最需要加速去美元霸权的时刻，人民币国际化逐渐准备周全的一刻，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其实我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对曾经用高价拿捏我们的铁矿石寡头予取予求，我们要做的是拿到铁矿石的定价权，打破美元主导的普世指数定价体系，最终打破的是美国通过美元绑定全球大宗商品交易的这种用其他国家的资源换我们的商品的循环。我们要打破的不只是石油美元体系，其实是美元霸权的核心，全球资源用美元结算的这个吸星大法一样的循环。只要越来越多的大宗商品贸易挂钩人民币结算，其实就等于说这些资源国家就可以用自己的资源置换我们的工业品了。没有美元这个二道贩子，这些国家是真正能得实惠的，只不过原有的那个利益链条上的权贵们或者买办阶层们的利益就没有了。那么在我们夺取大宗商品定价权的这个过程里，就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资源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改变，各国的本土利益派就会开始挤占曾经拿着本国的资源换美元的白条，养肥了自己的这些窃国者们的利益。试想资源经美元转手这一次，资源国真正能拿到的收益可能只占卖出的资源的1/10都不到，而这1/10有可能大半还流进了现在这些窃国者的私囊。而要是直接用人民币结算，这些资源国本国的资源换来的人民币可以购买的资产和工业品全都进入自己国家的腰包，如此巨大的利益输入自然可以养活出非常强有力的国内的政治利益集团来主张人民币结算这一目标。所以更多的大宗商品挂钩人民币，在石油、电力等更多的领域都采取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计价，将会成为未来的大趋势。各个资源国拿着足够的人民币，就可以得到支撑国内生产的工业品，支撑民生的生活品，以及锚定在全球工业品之上的具有增值空间的中国资产。稳定增值的资产是可以把资本变成产品的转换器。我多次讲过资本市场的这个水和米的煮粥理论就是资本只是水，只有制造业才会把水变成资产这个米，粥才会因此变得浓稠，资本才会不断的转化成资产。这种以增加了商品或者提高了生产效率的方式实现的增值，才是真正的增值。靠两个大公司互相投个1800亿，把市值炒高，像甲骨文或者英伟达那样，其实只是一种泡沫游戏，并不会增加财富。这一点各个国家投资者心知肚明。这也是我一直都不看好美元挂钩的稳定币这个操作的原因，因为稳定币只解决了让更多人现在用美元的这个短期的问题，但是归根结底，货币稳定币是解决不了没有货的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这个币长期到底能换什么，甚至换不换得到东西的这个问题都没有被解决。美国自己都没有货，一旦资源国都采用人民币结算，实际上我们就不会需要用美元来换原材料了，那么资源国也不用美元来换工业品了，那美元本身就换不到东西了，它的影子货币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知识框架最大的价值不是告诉你哪个票哪个板比较好，而是让你看清楚哪些叫机会，哪些叫做局。如果未来人民币具有更大的使用价值，那么美元和稳定币就会不断的加剧目前的投机属性，这就正合了我们的心意了呀。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警惕作为金融货币的投机性造成的汇率剧烈波动的这个现象的。大家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数据指标时一定要注意人民币结算绝大部分是商品贸易结算，而不是金融结算。金融结算的规模可比实物贸易的货币使用的规模大得多，一般有10倍甚至更多。理想点说呢，我们没有必要取代美元一直承担着的金融货币的投机功能。人民币要是主要用于贸易和定价，就是收益最高、成本最低的国际化的状态。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美元指数继续随着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而走弱，那想必美元的使用可能会发生一个抛物线式的趋势，就是全球急着把储备的美元花出去，会导致短期内使用的提升。但是各国储备美元降低到一个比较合意的水平以后，就会在下降后的低水平上达成一个新的平衡。中国的外汇储备自2014年达到最高点之后，就长时间的稳定在了3.2万亿美元的水平上，而其中美债的占比还在持续的走低，今年只占我国外储的22%，持仓的规模较2013年降低了42%，可我们的外贸规模可没有降低这么多，就在说明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用资源直接换取我们出口的商品。而全球各央行最近持续的大规模的增加黄金储备，其实就是在花美元呢。于是美元指数现在和黄金几乎就是一个跷跷板一样的关系了。各家华尔街机构哪里是在疯狂的看涨小黄鱼，实际上是在以实际行动在看衰美元呢。而回过头来看，全球当年为啥都接受美元打白条，拿走自己家原材料和我们的工业品呢？还不是因为所向披靡的美军吗？
那如今怎么又觉得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了呢？还不是有新的所向披靡的大哥了吗？所以如果你能看清这样一个框架，9月4号你是不是就不会急割了？那么从这个角度再来说，我们要求必和必拓以人民币交易铁矿石，和美国去为难委内瑞拉召集军方搞效忠测试，是不是就能连上了？根子就在于要尽量延缓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转向人民币的速度。如果保不住全部大宗商品计价，也要保住石油来给美元续命而已。所以在巨大的变革之中，扎实的理论框架比盲目的去敬畏所谓的短期波动的规律要重要的多。今天就到这里，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